一场意外，女人穿越到一名军嫂身上，原主不仅又作又懒，这次还在小人的挑拨下，竟然跑到部队的宿舍闹，只因要与老公同房，男人没让她得逞，原主竟然从2楼跳了下去，磕住了头，竟然一命呜呼。唐锦就在这时魂穿过来，穆恒，再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好好劝劝你媳妇，到时候还是不能过，离婚申请我就给你批了。老穆，这个女人就是上天派来整你的，兄弟也帮不了你。我们穆营长怎么就遇到个这么能做的媳妇？哎，真替他感到不值。周围一片喧闹声，唐锦只觉得头昏脑胀的，后脑勺还有点疼，晕乎乎的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军装的帅哥。头好晕，脑袋还有点疼，我这是在哪？你没事吧？以后能不能别再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？丢人现眼？我怎么就丢人现眼了？而且这男人是谁呀？虽然长得好看，可是表情却冷得吓人。这时唐锦又一阵眩晕来袭，再看一眼眼前穿军装的帅男人，这不是那女人记忆中新婚3个月的老公吗？想到原主是因为闹着要和男主同房，男主不肯才跳楼的，唐锦这时候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是哪？你又是谁？既然没有地缝，那就失忆好了，刚好磕着头失忆了，完美。穆恒无奈，只得抱起唐锦，大步流星地往军区的卫生所走去。来到军区里的卫生所，穆恒和医生说明了情况。医生给他做了个头部检查，最后诊断没什么事，可能是头部受到撞击，有点淤血，暂时失忆，观察2天没什么事就可以回去了。唐锦被安排在一间病房里，里面还有位军人家属，这个女人他记得是张连长的媳妇，叫吴秀兰，也住在军区大院。嫂子，你是哪里不舒服住的院呀？做了个阑尾炎手术，那伤口一定很疼吧？如果一会嫂子想喝水或者叫医生啥的，只管使唤我。尽管他的头上有一个包，也有点疼，但是原主的烂摊子给他来收场，这第一步就是笼络人心。据原主的记忆，这个秀兰嫂子人缘好，人品也好。嫂子，我撞着头失忆了，我俩是不是以前有什么过节？如果有，我给你道个歉。你失忆了？我磕着头了，啥也想不起来了。你看头上还有个大包呢。那你叫我嫂子，你怎么知道我结婚了？吴秀兰今年25岁，虽然原主今年才19岁，比她小6岁，但也是可以喊她姐的。我是看你脸上有母爱的光环，皮肤白里透红，一脸的幸福相，那必是有爱情滋润才有的神情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我叫唐锦，丈夫叫穆恒。吴秀兰突然就有点可怜他了，这莫名就失忆了。不过这失忆之后，好像说话态度也好了，跟以前似乎不一样了。我是秀兰嫂子，你失忆应该会好的，放宽心。唐锦在医院住了2天，就被穆恒接了回去。刚送进门，营里还有事，中午会给你带饭回来。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唐锦看着这像垃圾场一样的客厅，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脏乱差了。唐锦把房间收拾了一遍，又洗完澡。穆恒提着饭盒打开房门的一刻，惊呆了。一尘不染的客厅，是他的家吗？老公，你回来了，带了什么好吃的？穆恒却是被他的这身打扮又给惊呆了。此时的唐锦清纯又妩媚，如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肌肤白皙如雪，宛如玉雕般的面庞散发着一种清纯的气息。老公，你吃了吗？穆恒这才尴尬的回神，不自然的回道：吃过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干了半天活，饿死我了。这房间是你打扫的？是呀，这屋里可真乱。老公，我以前是不是很懒呀？我军区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老公，晚饭不用吃食堂了，我给你做吧。要想得到一个男人的心，就得先拴住他的胃，这是他在一本书上看的。你会做饭吗？这莫不是失忆了，连自己会不会做饭都记不得了？我觉得我会。他前世可是个美食家，厨艺自然不在话下，吃过的都夸好。好吧，我回来的时候买点菜。好，那老公你去忙吧。唐锦依照记忆拿上钱，然后搭乘班车去了城里。班车上全都是熟人，军嫂们叽叽喳喳说的热火朝天。嫂子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别吓我呀！这一声惊动了车上的所有人，全都看向突然躺地上的女人。这是陆师长的爱人郭素娜，刚才还正和陈丽丽聊得火热，突然就从椅子上秃噜下去了。嫂子，嫂子，醒醒呀！赶紧送医院！七嘴八舌，车厢内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。大家都让开点距离，保持空气流通，赶紧开窗通风。唐锦一边说一边查看郭素娜情况，这是心脏骤停，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心梗。唐锦赶紧做心肺复苏，快速按压。车上的人看到唐锦这个举动都傻眼了。张丽丽迅速反应过来，唐锦，你找死吗？你瞎闹什么？是啊，唐锦，这可是人命关天，不是你能作妖的事。穆营长媳妇，你赶紧松手，杀人可是要坐牢的。一车人都在对他人身攻击，唐锦没时间理会，仍然一下一下的按压着。这样的动作持续了几分钟后，郭素娜终于缓缓转醒。唐锦看郭素娜醒了，终于松了口气。司机大哥，还是麻烦你把车开到人民医院，嫂子有可能是心梗，还得去医院让医生看看。小唐同志，你以前学过医？回领导，我没有学过医，
我以前在书上看过一些急救常识。那你还挺有天赋的，要不要继续学习深造一下？我可以安排你去军区的卫生所，跟着庞医生再学习一下。听说要把唐锦安排到卫生所，其他几个嫂子都羡慕不已。这可是个好工作，1个月80块呢，还是个正式编制，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工作。可是唐锦想要的，其实1个月几10块钱就能满足的。再说，他对学医也不感兴趣。谢谢领导，我对未来另有打算，暂时不想学医。唐锦谢过陆师长，又确定苏娜嫂子已经没啥大碍，才匆匆离去。这个女人有多厉害，不光救了师长的太太，不图回报，就连百货店没人要的瑕疵布料也做成人人抢的靓丽衣服。唐锦回到家，熬了一锅小米粥，烙几个葱油饼。穆恒走到家门口，就闻见了香味。这应该是对面老沈家的，沈建军的媳妇可是做饭一把好手。一进门，发现香味更浓了。桌子上摆着2碗小米粥，一盘凉拌黄瓜。刚好这时候，唐锦端着葱油饼走来。你回来了，这饼刚烙好，赶紧洗手吃饭，趁热好吃。这女人竟然真的会做饭。穆恒吃了一口葱花饼，外焦里嫩，满口飘香，这应该是他吃过最好吃的葱花饼。他有点难以置信，这女人不光会做饭，而且做得相当好吃。不会记忆恢复就又变回去吧？恒哥，你明天中午想吃什么？我还给你做。恒哥，这是给我的新称呼，不管了，反正3个月后会离婚的，叫啥就由他去吧，只要他不闹就行。我中午吃食堂就好，你如果会自己做饭，明天我就不回来了。说完又从兜里掏出30块钱来。这是这个月的生活费，我等2天要去外地执行任务，估计得10天半个月。那你执行任务要小心一点，我在家能照顾好自己。唐锦也没有拒绝他的30块钱，毕竟他现在很缺钱，男人只会挡住他赚钱的脚步，暂时分开也好。穆恒刚到家属院大门口，就碰到了从医院回来的陆文生。师长好。小子，今天多亏你媳妇了，明天我让家属院的广播给宣传宣传他乐于助人的行为。你离婚的事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今天看小唐同志还是很不错的，给他介绍工作的事，你也再让他考虑考虑。穆恒听得有点懵，唐锦乐于助人，今天第一次听有人表扬他，还是师长亲自表扬。小唐回去没跟你说吗？他今天救了你嫂子的命，我看他会点医术，准备安排他去医务室工作，被他拒绝了。他救了嫂子的命？是啊，所以说小唐同志还是很有爱心的。再说这转正营长的人选里，我最看好你，而且名额就1个，所以还是处理好夫妻关系，别让其他人嚼舌根。陆文生又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，他是个惜才之人。穆恒这小子能力超群，不管是个人实战能力还是领导能力，都是佼佼者。这是个前途一片光明好青年，不能因为这婚姻给耽误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师长。唐锦这时候还不知道陆师长在替他说好话，他正在认认真真的画着设计图。画好设计图，又跟自己剪了2套衣服，不剪好了。唐锦又做难了，没有缝纫机，可是谁会借给他呢？家属院的人都被原主给得罪光了，想来想去，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吴秀兰了。唐锦呀，有事。嫂子，我想借你家缝纫机用，做2件裙子。行，你会用吗？会用。1个小时的时间，唐锦做好了2件裙子，并且是穿给吴秀兰看。咋这么好看？改天我给你也做1件。唐锦毫不吝啬的承诺。这吴秀兰身材底子不错，脸蛋也清秀，才25岁，也正值青春年华，人缘也好，穿上她做的衣服也等于活广告了。真的，嫂子刚好有布料，现在就做吧。吴秀兰是个急性子直肠子，干啥都是雷厉风行的。好，我给嫂子量一下3围，你是想要短裙还是长裙，或者旗袍款的裙子？旗袍款吧，我一直都很喜欢旗袍。唐锦从剪裁到成品用了1个多小时。当吴秀兰穿上旗袍，裙摆随风飘动，露出她修长的双腿，步履间更显风姿绰约。她的身材高挑匀称，仿佛是为了穿旗袍而生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女性的韵味，令人陶醉。唐锦又给她设计了1个发型，看上去更是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吴秀兰高兴得合不拢嘴，一下子就和唐锦亲切起来。剩下几天，唐锦把剩下的布料做成了衣服，一共做了12件。唐锦拿上他的设计图，带上他做的衣服，准备进城。刚走到军区大院军嫂们，看着唐锦打扮得这么漂亮，都惊奇地看着他。再加上这2天，家属院的广播一直都在播放唐锦乐于助人的事，都知道他救了师长家媳妇。唐锦，你这衣服是在哪买的？还挺好看的。说话的正是住唐锦对门2营沈营长的媳妇方娟。嫂子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我的包里还有10几件，嫂子要是喜欢，便宜点卖给你1件。好呀，那我看看有没有中意的。唐锦拿出了长裙，方娟一眼就相中了。行，这款我要了多少钱？这在百货大楼要卖30块，咱是邻居，就15块吧。唐锦也是想和这些嫂子们拉近关系，他本来打算走高端定制路线的，这前期的福利就让这些嫂子们享用吧。好。方娟很爽快地从包里掏出15块钱递给唐锦。
他在文工团的工资比较高，一个月有100来块，所以花钱一般都很爽快。他觉得这15元真的是不贵。我再看看还有其他合适的没有。好，唐锦这次是个旗袍款，还没等方娟娟开口，另一个军嫂抢先吆喝道：“这款我要了。”她昨天见吴秀兰穿了，别提多好看了。就这样，唐锦的12件裙子全卖了出去，光方娟就买了3件。这些衣服本来是样品，要给服装厂看的，现在只能靠设计图谈合作了。不过没事，如果谈好合作，她再做就是了。不管怎样，这180块钱到手了。来到市里，唐锦先在一家小卖部买了一盒香烟5毛钱，这是准备给看大门门卫的。然后再来到了芳华服装厂门口。大爷，我想找一下你们厂里的领导，谈一笔合作。这烟是孝敬你的。王大爷接过香烟，看着唐锦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还这么会来事。你进去吧，那栋楼2楼左拐走到头，就是我们厂长的办公室。